他是聚光灯下的娱乐圈顶流，也是在赛道上贴地飞行的85号车手，一个本可以靠脸吃饭的全民偶像，却把最硬核的赛车玩到了极致。让我们重新认识这个拥有双重身份的男人王一博。这绝对是赛车圈今年最具争议也是最燃的话题。刚刚结束的2026 China GT 珠海站，王一博不仅拿下了组别第2名的硬核成绩，更在围场内外掀起了一场前所未有的风暴。一位资深车手发文暗讽，说因为某些明星车手的到来，导致赛事安保全面升级，曾经的某些特权没了，字里行间全是不满和牢骚。但这真的是王一博在耍大牌吗？根本不是，这只是赛事主办方为了应对巨大的人流量做出的正规化、标准化、硬性管控。某些人只是习惯了曾经的小众特权，不适应规则的公平化罢了。格局打开看看，这个男人究竟给中国赛车带来了什么？小众赛事曾经招商难，门票惨淡，但王一博一来，直接逆天改命。此前上海站45000张门票，提前45天售罄，创下赛事10年最高观赛纪录。珠海站正赛门票开售半小时直接秒空，主看台预售突破24000张，就连小米都拿下了全赛季总冠名，这是 China GT 创办10年来的历史首次。连 CTCC 4冠王张振东都公开力挺肯定，他打破了赛车运动的圈层壁垒。就像那句圈内流传的名言，王一博或许不是全场跑得最快的车手，但他绝对是让所有车手跑得更快的最强驱动力。赛道上的他更是用实力打脸质疑。你要知道 China GT 的 GT3 组别，那是国内含金量最高、竞争最卷的顶级修罗场。面对那些身经百战的职业老炮，在时速200多公里的极限高压下，背后的赛车贴着屁股疯狂追击，双闪灯疯狂闪烁，干扰心态。他不仅死死卡住中线完美防守，还在前方3车连撞的惊险瞬间判断，稳稳避险，顺利通过。这是千锤百炼出来的顶级肌肉记忆。但真正让大家感动的是珠海站那场台风中的双向奔赴。上午是40度的高温暴晒，下午是台风突袭，暴雨倾盆。明明身后就有4500平的空调大棚，但看台上的数万名粉丝硬是寸步不退。无论是黄色的百香果还是绿色的摩托姐姐，他们在狂风骤雨中死死坚守，只为等待那个85号头盔下的身影。而那个曾经因为私生饭留下心理阴影、极度恐惧人群，永远戴着口罩的王一博，他卸下了所有的防备和武装，摘下口罩和帽子，走到雨中，用最柔软的目光看着看台上的那片海。他不躲，是怕爱他的人。淋了雨还一场空，当他望向那片风雨中坚不可摧的人海，整个中国赛车圈看到的是中国赛车破圈后最强大的群众基础，有热爱，有热血，有相互救赎的灵魂。资本的喧嚣终会退去，但人与人之间最纯粹的情感共振永远不朽。这个自带流量密码却又死磕硬核技术的男人，正在用自己的方式踩下中国赛车轰鸣向前的最强油门。让我们期待85号赛车在未来的赛道上继续续写他的极速传奇。当顶流扎进赛车场，到底谁获利更大？要我说，最直观的回报从来不是几条热搜，而是整个赛事的商业盘子实打实被踩大了一圈。有谁能想到，原本偏安硬核车迷小圈子的 China GT， 自打王一博入局，直接就完成了商业层级的越级。像是小米直接就砸下了全年总冠名，把赛事全名改成了小米中国超级跑车锦标赛，加时多也深度绑定王一博赛车手身份。就连他驾驶的85号赛车车身广告位都有7大品牌挤破头争抢，这是什么概念？别的艺人跨界参赛，顶多是自带个代言品牌，贴个车标撑死了，给赛事添点话题热度。可到王一博，这直接就把赛事的招商层级拉到了科技巨头、国际工业品牌的量级，整个赛事的商业盘子都跟着水涨船高。说白了，品牌疯抢的从来不是那一块车身铁皮，是王一博背后能击穿圈层的流量盘。数据最不会骗人，2026年上海站57台赛车，108位车手同场竞技，
4.5万张门票提前45天直接售罄，是 China GT 办赛10年头一遭。珠海站更是夸张，正赛门票提前25天全部卖空，预售量直接破2.4万张，刷新赛事最快售罄纪录。观众结构也是天翻地覆，早先 GT 赛事女性观众占比只有 12%， 基本是纯男性硬核圈层。自从王一博加入后，现在女性观众占比直接蹦到 41%， 多少原本连 GT3 和 GTC 都分不清楚的姑娘，为了盯85号车的圈速，专门去补赛事规则，任车队车手记赛道、弯道，甚至连赛场周边的商圈都跟着吃红利。上海站那周末周边商场客流冲到 7.01 万人次，销售额近395万元，比平日涨了1成多，妥妥的一人带火整条赛道经济。但其实内娱跨界跑赛车的艺人也不算少，韩东君、许魏洲都是赛道常客，只是各有各的玩法。韩东君跟领克深度绑定，把领克03当成赛道战友，以品牌运动大使的身份跑 CTCC， 走的是国产性能车品牌赋能的路子。许魏洲则更偏向专业成长路线，拿下莲花杯组别荣誉，还出任 F1 电动方程式赛事大使、CTCC SRO GT 杯，这些高规格赛事都有他的身影，只是其他艺人参赛，更多是给赛事添个明星看点。到王一博，这是直接给整个赛事凿开了一道通往大众市场的流量入口。可顶流的动静闹得太大，自然也少不了闲话，像是前段时间车评人严闯就发文吐槽，称因某位明星参赛导致珠海站安保骤然升级，家属、技师、理疗师证件均无法获批，还指责对方把摩托圈搞臭了，带来的都是过去、现在、未来都不会看赛车的假观众。可话说回来，这种级别的争议本身恰恰就是影响力最直白的证明，连赛事官方都亲自下场发声力挺，侧面更是直接坐实了王一博对于赛事的价值分量。更别说人家根本不是来玩票的，王一博可是正八经持有 FIA 国际汽联 D 级职业执照的职业车手，还是中国内地首位拿下这资质的艺人，从摩托车赛场摸到4轮 GT 赛事，扎扎实实干了这么多年，攒下2冠3亚1季的硬成绩。2024年广东 GT 系列赛珠海站更是直接拿下第2回合全场冠军，这次珠海站首捷试车85号梅赛德斯 AMG GT3 EVO 跑满21圈，最快圈速1分37秒796，稳坐 GT3 组别第4，全场第14。圈内人对他的评价很实在，他不是来给赛车加个热搜就走的，是真的想往这个圈子里深扎，这话真没水分。赛车这行拼的就是肌肉记忆和赛道经验，半分侥幸都没有。高温天里全套装备练一天，脱水掉秤都是家常便饭，真要是图个新鲜蹭热度，谁放着轻松的商演不接来遭这份罪？最后绕回最现实的问题，放着剧组不进，戏不拍一头扎进赛道吃苦，到底能给王一博的顶流商业价值加多少码？答案是他给自己的商业版图撬开了一条全新的增长赛道。过去顶流的代言基本盘大多集中在美妆、服饰、快消这些面向年轻群体的消费品类，赛道拥挤，竞争卷到飞起。但赛车这条路直接把它的商业触角伸到了汽车科技工业、润滑油、运动户外这些硬核品类。像是小米这种级别的品牌，不会单纯因为粉丝多就砸下冠名，他们看重的是你能把娱乐流量转化成产业关注度的能力，是你身上专业拼搏突破的标签，能和品牌的技术调性精准契合。说白了，现在的王一博已经不只是一个娱乐维度的顶流了，他的核心从来不是困在舒适圈里消耗流量，而是永远在拓展自己的边界。王一博的赛道跨界，赢的从来不只是几场比赛，而是更宽的路和更高的商业想象空间。